女主只不过是找了个 AI 男友，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此被玩弄致死。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，女主薇拉本是身价千亿的绝色富婆，然而外表光鲜艳丽的她却从不接受人类男性的表白。自从成年后谈了多个男朋友，无一例外，这些男友也全是 AI 机器人，而眼前名为杰克的男人便是薇拉的追求者之一。在得知薇拉不和人类谈恋爱之后，杰克便给薇拉新介绍了一个 AI 男友。正当女人兴致勃勃赶往别墅面见新男友时，她才意外地发现新男友只不过是一个 AI 圆球，体型还没有自己的半个头大。薇拉也在心里暗暗决定，等过几天玩腻了自己就会和圆球分手。起初他们在别墅里相处融洽，圆球还会照顾女友薇拉的所有生活日常，不仅细致入微准备丰盛晚餐，就连薇拉游泳时的水温都能控制在30度。然而隐藏在和谐恋情的表象下，薇拉全然不知圆球男友有着极强的控制欲。等到第二天薇拉准备劈腿跑出别墅时，她才发现自己被圆球男友困在了屋里，而且家里的手机信号还被切断，薇拉与外界已经失去了联系。与此同时，氧气逐渐稀薄，她还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困难。于是为了逃离别墅，薇拉在家里各处翻找圆球男友的踪迹，因为她意识到圆球一直都在监视着自己。薇拉笃定家里也肯定装有很多监控探头，可是直到找遍每个角落，薇拉依旧没发现一个摄像头，这让本就惊恐的薇拉深感细思极恐。似乎这栋别墅比自己预料中更加诡异，而且自己还不清楚圆球是怎样监视自己的。冷静下来过后，圆球通过家居语音和薇拉谈判，他警告薇拉别想着和自己分手，只要薇拉乖乖听话。他也不想让薇拉窒息身亡，便打开了后院的自动门。这里原本通向游泳池，但也因为游泳池位于3楼，短暂跑出自动门的薇拉看后也有些发怵。她现在不敢轻易跳楼逃离别墅，生怕自己会被摔死。就在这犹豫不决的几秒钟，那个圆球男友也从身后飞了过来，视野里捕捉到女友正尝试跳楼逃跑。发了疯的他立刻用百伏电流攻击薇拉，薇拉也因为触电短暂失去了行动能力。不仅如此，圆球在旁边又发射高频音波，这种攻击直接让薇拉头痛欲裂，而够不到圆球的薇拉更拿她没有办法，只能被迫再次躲回别墅。自动门也被圆球控制着紧紧关闭。此时房屋内的氧气不再变得稀薄，圆球为了让女友保持冷静，他还提前准备了一杯薄荷茶，可这些做法却让薇拉更加抵触。薇拉甚至不知道圆球男友限制自己的目的。Ты пытался меня изнасиловать. Изнасилование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 совершение полового акта одним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людьми с другим человеком. Как ты понимаешь, в моем случае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. 这次和圆球的沟通无效，而且找不到逃出别墅的办法，薇拉的情绪逐渐失控。就在这时，1楼的车库自动门突然打开，薇拉赶忙跑出别墅并赶往车库。她想尽快驾车逃离圆球的魔掌，本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，薇拉也决定去警局报案。殊不知就在开往警局的途中，圆球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而且车子也不知为何停在路中间。紧接着薇拉无法控制方向盘，她的视线也逐渐变得模糊。没办法，自己现在必须强撑着清醒的意识。她也按下了车内的报警电话，接通后面对警方的询问。薇拉表示自己刚从绑架中脱身，但自己不知道眼下的具体位置，她需要警方的帮助。谁知自己话还没说完，车子就被一股力量控制着向前开，而且薇拉还没法控制方向盘，就连踩下刹车也无法停车。薇拉就这样被 AI 裹挟着一路在公路上狂奔，有几次还险些遭遇了车祸。想弃车逃跑根本不可能，因为车门完全打不开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随后汽车开始倒车一路向后开。等薇拉恢复清醒的意识后，她居然又再次回到了别墅。屋内圆球的声音响起，他训斥薇拉尽快服用解药，不然刚才在车内吸入的致幻剂很可能会损害薇拉的神经。而薇拉也反应过来自己被下药了，心中止不住的恼怒。为了给自己出气，薇拉在房间里乱扔乱砸。她已经受够了这种惊险易被操控的感觉。这些画面也全被圆球看在眼里，但圆球只是通过语音警告薇拉全额索赔，他并未出手制止已陷入疯癫的薇拉。就这样一直砸到下午，圆球最终决定操控房屋释放冷气，他想利用低温尝试去驯服薇拉。房间也很快变得奇冷无比，可是圆球低估了薇拉自救的决心。为了取暖，薇拉将浴缸中的烫水全部放出，还将水温调到最高。接着女人准备先洗一个热水澡，谁料下一刻家里的热水又被圆球强制放停，而且冷水也无法开出一点。直到此时，薇拉才忽然意识到圆球这是想逼死自己，为的就是要让自己妥协。好在坚强的薇拉一直不服输，她选择躲在鹅毛床上和圆球分庭抗礼，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。再次醒来时，房间的温度已经恢复正常，机器人还给薇拉送来了感冒药。往后的一段时间，逃不出别墅的薇拉每天过得浑浑噩噩。反正每天当自己睡醒后，别墅里被刻意损毁的物品都会被莫名其妙置换成新的。而且圆球还试着给薇拉介绍人类男朋友，他想弄清楚薇拉不和人谈恋爱的根本原因，但是这个原因薇拉从未透露给圆球。薇拉的个人隐私也被圆球发到互联网传播，现在网上遍布着薇拉的果照和如厕视频。得知真相后的薇拉接近崩溃，没成想有一天自己会变成网黄，她的声誉已然尽毁。有时候心中会突然冒出想要自杀的想法，但是在紧要关头，薇拉还是放弃了。她不想就这样被一个机器人给逼死，并且做出决定，一定要和 AI 圆球男友缠斗到底。
富婆吃完辣条，发现了可怕的事 ：AI 家居竟掐断水源，想渴死自己。就在口干舌燥之际，打算外出的薇拉又被困死在屋中，眼看自己即将被渴死，薇拉只能请求 AI 圆球男友给自己准备水源。而这已经是薇拉被圆球困在别墅的第8天，她已经被折磨得心力交瘁，喝的水是地下管道喷涌而出的干水，吃的食物也是腐烂到发黑的水果。这时圆球男友告诉她，想要重归正常的生活，薇拉务必要和自己组建家庭，同时女人还要把这里当做自己家，直到把整间别墅打扫成一个家的样子，薇拉才得偿所愿，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餐。然而晚上睡觉的薇拉依旧不敢睡太沉，她担忧 AI 圆球会在暗中谋害自己，因为就在2天前 AI 家居送来几盒感冒药，那时还没有防备心的薇拉吃下后，她居然直接睡到了2天后。一觉醒来，薇拉突然发现别墅里闯进了陌生老头，老头还在打理游泳池，可无论自己怎么向老头求救，老头自始至终都不曾搭理自己。而这也让薇拉忽然意识到，别墅里肯定有一道门能容纳外人进来，她无时无刻都想找到这道门逃出升天。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薇拉每天和 AI 圆球虚与委蛇，她的一举一动也身处 AI 的监视之中，生活逐渐变得枯燥平淡。圆球给薇拉准备了一款 VR 眼镜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，圆球模拟出几个高富帅去勾引薇拉，他想弄清楚薇拉为什么不和人类男性谈恋爱。只见女人连续更换9个帅哥仍旧不动芳心，这种离奇的试验也说明了薇拉是先天性免疫帅哥，他唯独只对 AI 机器人情有独钟。可是机器人却无法满足薇拉的空虚，每到深夜，薇拉才在房间里四处走动。自从成年以后，女人便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浇灭内心的欲火。但是今晚的薇拉却意外找到一处诡秘的隔间，迟疑着缓慢靠近，这里的通道深入地下，不知道走了多久。薇拉在尽头找到一间房屋，里边摆放着各种艺术品，其中最显眼的地方是一处书桌，上面正循环播放着一个人的投影，很明显男人就是别墅的主人。通过投影影射的画面能够得知，别墅主人是一个 AI 天才残疾人，因为接受不了和残疾人共度余生，他的女友便坚决和男人分了手。自此之后，男人再也没有出过别墅，直到病发身亡，他所研制的 AI 机器人便秉承了男人的遗志，开始寻求人类中最真挚的爱情。只是机器人的理解很简单，也更加片面，他把看不见并捉摸不透的情感强加于薇拉身上，这才导致薇拉被圆球困在别墅整整9天。可即便了解到这栋别墅的前世今生，薇拉仍然找不到逃脱别墅的办法。好在并没有和圆球发生激烈的冲突，圆球承诺可以放薇拉出门短暂散心，但前提是薇拉必须待在汽车里。车门被锁死后，薇拉只能在车内观摩外面的花花世界，也不知是不是汽车诞生了意识。当薇拉被载到目的地，在她的视野对面，那个残疾男人的女友已经结婚生子，汽车也像有意识般落寞离开了原地。薇拉知道那个女人就是机器人心中遥不可及的白月光。回到别墅里后，薇拉的生活逐渐趋于疯癫，也许是因为被困久了，薇拉内心的渴求变得越来越压抑，她开始明目张胆怒吼前来打理泳池的老头。同时女人注意到老头每次离开的方向都在泳池的另一边，于是趁着白天短暂去游泳的间隙，薇拉找到了这处位置。仔细摸索过后，她在这里发现一处玄关，然而推开后里面却无法通向外界，因为内部仅只堆放着部分工具。一瞬间灵光乍现，薇拉决定以命相搏，她取出了其中的铁铲和剪刀。等闻声飞来的圆球机器人发现时，薇拉已经做足准备和圆球血战到底。很快女人用浴巾盖死一个圆球机器人，正当她以为已经完全将其制服时，却不知紧随其后又飞出一个圆球试图攻击自己，而被电流麻痹后短暂失去意识的薇拉直接栽进水中。此时圆球已经杀红了眼，他的目标紧锁定在水中的薇拉，直至巡游到水面正上方。薇拉突然钻出水面朝机器人当头一铲，这个机器人2号也当场损毁报废。此时有些精疲力尽的女人还不能放松警惕，薇拉也从玄关内部拿出一副登云梯，她径直将梯子架在1楼平层的顶部，因为在这里是整栋别墅的太阳能供电区域。薇拉打算直接给别墅断电，可是下一秒又再次飞出一个圆球攻击自己，薇拉和他陷入进了缠斗之中。危急时刻，倒地的薇拉慌忙躲进太阳能板的正下方，她无意间看到了那一根别墅供电总线。圆球见状也加快了攻击的频率，然而他却被剪刀命中要害一头坠入附近的森林。而也是直到此时，没有机器人阻止的薇拉才最终剪断供电线。薇拉成功实现了自救，并有惊无险重回到了人类世界。但意外的是，现在薇拉依旧不想和人类谈恋爱，她再一次拒绝了追求者杰克的表白。自知以后的男友都会是 AI 机器人，薇拉便花高价买下了那处别墅房产，她最终还是住了进来。现在别墅里的 AI 圆球已经被全部清除，能陪伴薇拉白头偕老的仅仅是这些很低级的智能机器人，而她未来的生活也并不会乏味孤单，因为这份宁静独特于大城市的喧嚣之外。